感谢你的点击。如果你对星座或者不同主题的大众占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入我的频道观看更多的视频。嘿，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回到星座新讯息，就是7月下旬16到30日。那么我们先看看近期的一个行星的变动。首先7月23日，太阳回到了自己的守护星座狮子座，在凌晨3点多左右。那么近期呢，被太阳影响的星座呢，尤其是狮子座，或者是跟太阳有相位的星座呢，都可能被影响，像是变得更自信，然后呢，领导力还有判断力都会提升，想法和决定都比较笃定，所以做事起来也是更自信的。那接下来我们看24日，水星恢复顺行，那害怕水逆的朋友们也可以安心了。只是因为呢，水星顺行在巨蟹座12宫，所以呢，依然在表达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有边界、有界限，不会说想说就说，想讲就讲。在表达方面呢，也会更倾向责任感的发言。那接下来我们又有行星呢，准备逆行。7月27日凌晨4点左右，土星将会逆行，逆行的时间将是14天左右。尤其是现在土星依然是在白羊座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大的拉扯感。比如说先知和想做正在拉扯，因为白羊座是一个冲锋型的星座，而土星刚好就比较静态，比较事会想规则、规矩、原则，所以就变成了在拉扯方面呢比较明显。那么还有另一个影响，就是被土星影响的朋友呢，可能很多时候已经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但是不一定表达出来，因为呢，土星的逆行可能会影响我们有答案，但是不够确定，即使确定，也不一定会及时的说出来，比较将很多的语言或者比较多的行动暂时守住。那最后我们来到7月29日，将会迎接我们的水瓶座满月。在晚上10点半左右，那么如果说喜欢赏月的朋友呢，也可以记录下来这个时间，找时间跟重要的人一起去赏月。那水瓶座满月呢，整体的能量会变得更加的理性，也会跟看未来或者是跟科技相关的东西，不一定会执行，但是内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或者是担忧。那可能内心也会出现很多想要做一些特立独行的事情，与众不同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会被理性呢暂时牵制住。因为整体虽然说水瓶座本身呢是会有特立独行的风格，但是也是倾向理性的，所以如果说那个想法太过天马行空呢，水瓶座也可能会暂时放在一边。所以最后我们水瓶座的满月呢，将会影响我们看事的角度更加实际，看得更远。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星座，那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的太阳星座还有上升星座。太阳星座是我们的一个特质，我们本身的一个个性。那我们的上升星座就像是个面具一样，将我们真正的个性暂时盖起来。如何表达，给人怎样的印象，都跟上升星座相关的。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星座。好，白羊座的朋友呢，近期会给人感觉特别好聊，不管怎样的话题呢，都可能很轻易就接住，而且也可以聊得很投入，所以蛮讨喜的。像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很擅长于察言观色。那白羊座在自己的目标中呢，近期会蛮适合筛选适合跑长期的一个任务项目或者是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呢，白羊座可能会渐渐的发现自己的亮点特质是什么东西，会真正的发现和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也会更稳定。那么呢，在表达和聊天方面呢，也是有要注意的事项的。比如说白羊座可能会一时口快，或者是聊天的时候聊嗨了，不小心答应了某些责任或者需要承担的事情。所以呢，在聊天即使聊得很快乐，也要注意一个分寸，还有你的界限是什么。然后关于呢部分的白羊座朋友，如果说你平时时间休息是不规律的话，近期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一个时间和休息平衡，不要过度的劳累，也不要加班加的忘了时间，然后忘了休息，记得保持身心的健康。而且呢，
近期白羊座的脑袋也会特别的灵活，吸收力非常的快，别人说什么呢，一下子你就可以 get 到了，一下你就可以抓取到那个重点是什么，所以你可能也会变成呢让客户和商家都很喜欢的人选。在这期间呢，如果说还在实习或者是学习的白羊座，在学习新的东西也是很快，也非常适合学新的知识，或者说想要跨越另一个领域的白羊座呢，想要认识新东西或者学新手艺的白羊座，在这个时段也是非常适合的。但是重点还是回到去，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休息平衡，还有自己的身心健康是首要的。那我们来看看白羊座的感情方面，单身的白羊座呢，容易因为长期的一个聊天，或者是在暧昧期不断的讯息聊天，或者是面对面聊天都好，就是这一种产生连接的关系呢，会让你们的关系升华，从暧昧到一个稳定的恋人关系。那么如果说目前已经是有伴侣的白羊座，这一段时间是需要注意沟通的，尤其是如果你很忙碌，比较少可以交代的话，也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你。现在呢，我们来到金牛座，那我们先说，尤其是针对渴望赚钱的金牛座朋友，要非常注意在自律、责任还有休息的平衡，因为渴望赚钱呢，不一定是一个短期的，可能呢你要跑长期，所以休息平衡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近期有打算投资的金牛座，也要非常的谨慎，在筛选平台或者注意那些规则，尤其是打着快投快回馈的那一些平台呢，那你就要准备快逃了。因为近期的你比较适合呢踏实，就算是投资也是要一个稳定踏实的平台，不管是在做什么，自律、踏实、责任暂时是离不开你的。所以如果说你目前想要的是快的话，那么暂停一下，让自己冷静一下，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当下的一个责任任务或者是你的目标，尽量的避雷，赚快钱。那我们接下去看看金牛座的感情。那么针对于金牛座男孩呢，可能你们会感觉到自己的另一半近期的占有欲特别的强烈，会感觉要让你事事报备，你做什么东西呢都要交代。如果说你开始感觉到喘不过气的话，记得及时的沟通哟。那我们普遍在看整体的一个金牛座感情的状态，那其实金牛座呢本身是很愿意去理解还有沟通的，所以如果说你目前身边有一个金牛座的伴侣，你有什么话你都可以好好的跟他聊，他愿意听，也愿意去尊重你，尝试理解你。那么金牛座呢，近期会特别注重彼此的生活习惯，还有保持身心的健康，所以可能你会感觉到近期的金牛座会特别自律，或者是拉你一起去好好的平衡自己的生活和休息。那我们来到双子座，双子座近期非常的注重聊天的感受和一个氛围，双子座的朋友也会特别在意呢，跟谁聊天特别的自在舒适，跟谁聊天特别的尴尬和不自在。虽然说呢，双子座会很愿意主动的找话题，或者是炒热那个氛围，还有就是在一些场合呢需要圆场化解尴尬的时候，双子座都是一个小能手，但是前提是双子座要在这个场合感受到自在舒适。近期双子座也会特别注重自己的感受，所以呢，当双子座的感受特别的不错，特别的舒适的时候，那么双子座呢就很愿意去主动圆场化解尴尬，主动聊天。那如果说双子座在一个比较不自在或者是感觉到不太舒服的场合呢，双子座反而就会低调下来，比较沉默，低调安静，也比较被动。可能说会有些人会感觉双子座非常双标，那双子座也会比较容易有不同的两面，特别明显的，那这个也是正常的。而且近期的水星依然是在逆行，到24号才开始顺行，所以这也会影响双子座呢，它不一定会非常活跃。虽然火星顺行在双子座，但是因为还是有一种拉扯，所以整体下来呢，双子座也会特别注重自己的界限在哪里，自己的感受能不能融入。那我们接下去看双子座的感情方面，那近期的双子座呢，
依然内心可能还是会有很多故事、很多感受，但是呢，只是会想跟自己亲密的人去诉说。如果说呢，你目前有个双子座的伴侣，也可以去询问，好好的倾听他的心事。现在我们来到巨蟹座，那巨蟹座的朋友呢，近期也要非常注意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这也是巨蟹座很大的一个重点。近期的巨蟹座可能也会特别需要一个个人的空间，让自己好好的独处，还有呢，能让自己放松的，让自己呢有娱乐感的一个活动或者是空间。近期可能会压力比较大，所以呢，独处、放松还有娱乐就成为了巨蟹座很重要的元素之一。那独处的时候呢，巨蟹座也特别有很多的灵感涌进来，所以呢，创作型或者是需要很多想法、很多 idea 的巨蟹座，可以争取去好好的记录自己的灵感和想法。那不管在生活还是事业上呢，巨蟹座都不是那么轻易的附和他人的，依然会保有自己坚定的原则、想法和界限。所以呢，看起来巨蟹座整体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其实当触碰到巨蟹座的一个界限的时候，巨蟹座整个的立场会比较的硬。所以没事不要去惹巨蟹座的朋友，因为呢，你可能会惹到不好对付的人。那近期巨蟹座办事心态是尽量会去想怎样做事可以事半功倍，也可能会对一些投资或者是金融的知识呢感兴趣。那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个时间或者是很渴望学习的巨蟹座，也可以去参考吸收。那我们来看看巨蟹座的感情。巨蟹座本身的一个界限呢就蛮重的，那近期呢会在加重，尤其是有伴侣的巨蟹座，对于自身和另一半呢，巨蟹座都非常重视于彼此对待朋友圈或者是对待他人的一个界限是怎样的。而巨蟹座可能近期的一个掌控欲也会比较强烈一点，即使呢愿意照顾另一半，但是也会让另一半感觉到掌控欲有点强烈。尤其如果巨蟹座发现自己的另一半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话，也容易让巨蟹座反感。现在我们来到狮子座，那狮子座的朋友呢，前期可能更多会想要一个人静静的去做思考什么呢？更多是关于接下来的一些工作项目的安排还有规划。所以呢，如果目前呢狮子座待在一个过于热闹无法集中精神的场合呢，反而容易打断狮子座的思绪，所以前期的狮子座会更倾向想要独处，好好的去思考。虽然23日太阳会回到狮子座，但是呢，因为跟四宫还是有联系，所以还是非常注重在个人思考边界方面的。可能呢，狮子座一个人的时候，在整理安排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涌进来自己的大脑。而狮子座也很注重往后的规划是否跟现在正在进行的事项呢是契合的。那么我们说到狮子座的聚会，在前期呢可能会更倾向多陪伴家人。如果说有家人邀请的局呢，一般狮子座都会出席的。在投资运方面呢，近期狮子座的投资运是不错，但是也不可以太过急功近利，而且还是要强调要很注意风险的事项。那么投资的回馈不一定会快，可能会比较慢，但是不一定会少，所以依然是要谨慎的去筛选投资，还有注意风险事项。那不管狮子座目前所正在进行的方向呢，是刚刚开始还是一段时间了，建立一个基础，打造自己的一个风格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有利于呢经营着要注重形象或者说品牌还有个人团队的一个职业的狮子座。那我们来看看狮子座的感情。狮子座在感情中也是非常的注重可以表达的交流，而不是呢什么东西都放在心中。不管是好事或者是心事，狮子座都希望可以畅快的说出来，好好的说出来，慢慢的说出来也可以，只要呢大家互相坦诚的诉说，那么这个感情的连接依然是很不错、很强烈、很稳定的。那么狮子座近期呢也会比较抗拒于冷战或者是冷对待。现在我们来到处女座。
处女座朋友呢，依然是离不开责任、自律，在办事方面呢，会非常的细心，而且增添了亲切感。所以近期呢，如果说有需要接洽的一些客户或者商家呢，可能也会让他们特别喜欢你，喜欢跟你做一个商谈或者是交易，总的来说会比较讨喜。而且呢，因为金星依然是顺行在处女座，所以审美还有审美方面的标准依然是提高的。但是要注意，因为处女座会有个通病，就是要求过高，容易变成完美主义，尤其是近期的审美呢会提高，那么这个完美主义可能就会加重，所以这个是需要自己衡量的。那么如果目前呢正在做着需要跟美感有关系的行业呢，客户也会非常满意处女座的作品或者是手工，回头客也会大大的增长。但是呢，处女座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不要心急求快，不然容易适得其反，一定要稳稳的每一步踏实的走着去。接下来我们看看处女座的感情。那如果目前呢面对着远距离异国恋还是异地恋都好，长期如果无法见面，只有冷冰冰的文字或者是语音交流的话，容易让处女座的心冷掉。所以呢，近期要面对远距离的处女座可能会比较辛苦。那如果说依然是对这段感情有爱的话，也祝福你们，希望有一天你们可以长期的待在一起。那么呢，处女座在面对感情的一个状态就是倾向于有话就直说，不喜欢拐弯抹角，同时也愿意倾听恋人想要说的是什么，也会愿意呢主动顾虑恋人的心情。所以呢，有处女座伴侣的朋友呢，有想说的话，好好的沟通。现在我们来到天秤座，一直以来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天秤座呢，都有一个通病，可能会比较懒惰，这个是传统对于天秤座的一个印象。那近期的天秤座呢，答应的邀约不会轻易的放鸽子，所以暂时将这一个懒散放下。而且天秤座近期会带出稳定的磁场，这个稳定的磁场呢，会更加能让天秤座获得客户、老板、合作方、商家等等的信任。所以呢，天秤座近期呢正在执行的任务或者是要商谈的事情呢，那个成功率将会提高。所以正在奋斗的天秤座呢，也祝福你们可以成交到不错的项目。那即使说成交率上升呢，依然是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那这里也是要重点提醒天秤座保持一个平常的心，因为如果太过焦急或者是慌张的话，更加容易将整件事情给搞砸。所以平常心将会是天秤座非常强大的武器。那如果说呢，现在正在进行着需要外汇、外贸方面的交易或者是商业的话，天秤座要非常看清楚整体那个合同或者那个规则的资料，也要注意风险。重点还是看清楚一切的资料呢，是好好的保护自己，避免额外的风险。那么天秤座的人际关系的那个运势依然是不错，依然是向上的，所以很需要累积人脉的天秤座，近期这个时段可以好好的争取。那我们来看看天秤座的感情，近期天秤座会更倾向理性的沟通。如果说呢，双方不断的吵架或者闹矛盾，而且呢，天秤座认为自己的另一半非常的难哄，也会让天秤座产生逃避的心态。所以有什么事慢慢的沟通。现在我们来到天蝎座，近期天蝎座的大脑依然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也会让天蝎座不经意的过度思考太多，限制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限制了执行力、行动力，也会因为思绪过多呢，容易拿不定主意，尤其呢需要想法和创作方面的工作，太多就变成了没终点，或者是不懂要怎么抓取终点。而天蝎座近期呢，也会特别渴望赚钱，也会希望呢回报快的赚钱方式。
并不是说纯粹想要快钱，不愿意踏实。特别容易让天蝎座有想赚快钱的这个念头呢，是因为可能说天蝎座已经是很踏实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的回馈慢，就变成了容易担忧，容易怀疑自己，或者容易对未来呢有很多的想法，就变成希望有很快回报的一些项目。那么这一个呢也可能是坑，所以天蝎座的朋友，如果你目前真的掉入了这个圈圈里面呢，记得及时的爬上来。因为比起快回报赚钱的这一个途径呢，其实你现在会更加需要稳定自己的身心状态。很多时候焦虑会让天蝎座的朋友呢在下判断的时候容易失误，或者说容易做出可能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记得先稳定自身。那我们来看看天蝎座的感情方面，天蝎座会渴望另一半呢可以理解和共情自己的感受想法，也可能近期天蝎座呢在情绪方面会比较敏感，所以有很多小小的事情呢都会让天蝎座放大来看，就会变成了天蝎座会被无形很多的一些压力压着，增加担忧。所以不管是在生活、感情、工作呢，身心的一个平衡和稳定是最重要和首选的。现在我们来到射手座，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射手座的一个状态：之前的沉淀是现在的铺垫。那之前的一个状态可能会让射手座的朋友感觉到很安静、沉寂的感觉投入的努力呢很慢获得回报。那现在因为我们的木星进入了狮子座，进入了火象，所以也会变成了推动射手座的能量。而射手座近期也是非常适合展现自己能力实力的好时机，也非常适合跳出目前的一个舒适框架，尤其是针对于之前已经是有规划想要跳出去的射手座，目前是一个不错的时机。那么呢，对于跨领域、跨服、异地、异国或者是到处跑等等的这些业务，或者是这种出差的模式，也会让射手座加速累积自己的资源、财富和人脉，只是看目前射手座的朋友是否能接纳，还有是否目前是跑着这样的模式。那如果说已经是有经验的射手座，当然这一个也是近期不错的优势。那么到处跑的射手座依然是要注意安全和风险，好好保护自己依然是重要的。那我们看看射手座的感情，那如果单身的射手座呢，也刚好是经常到处跑的射手座，桃花运近期会不错。那如果是已经在恋爱中的射手座，可能呢更多的心思是希望另一半可以谅解自己过于忙碌，没有时间陪伴恋人或者另一半。因为近期射手座也会容易处在特别忙碌的状态，尤其是到处跑的射手座。那我们现在来到摩羯座，近期的大环境呢，像是很用力的将摩羯座推向忙碌和工作，所以呢，这2周呢，摩羯座也可能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非常的快，好像停下来的时间和脚步都没有一样。这也会形成呢，让摩羯座很渴望有自己的一个休息空间、个人空间，让自己呢可以将这些压力暂时放下，好好的放松和娱乐。因为可能说大环境的推动也会影响呢，近期摩羯座即使放工回家，整个脑袋呢还是跟项目工作有关的，停不下来，非常的累。所以在这里呢，记得摩羯座一定要大大声的在自己的脑海中喊一声停，让所有关于工作思绪的想法暂停一下，因为你已经回到家，应该要好好的适当的放松和休息，而不是继续让你的脑袋运作，结果累上加累。记得要温柔对待自己哦，摩羯座的朋友。那我们看看摩羯座的感情方面，摩羯座可能近期会遇到呢，跟另一半有一个价值观或者世界观的分歧，这些问题是需要磨合的。尤其是摩羯座有认定对方的念头，希望跟对方长久发展，那么呢，
不同的世界观，就要看摩羯座是否可以尊重还是接纳。互相的理解也是让这段关系呢长久和稳定的恋爱要剂。那我们现在来到水瓶座，那近期水瓶座朋友呢，脑袋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关于未来的规划，同时未来的限制这一些想法，就是会拉扯感特别的重，也因此呢很容易被自己的思绪影响了自己的心情，所以要及时暂停过多的想法，尤其是还没有发生的想法，因为呢不断的去想着未来，但是呢又想着限制是很痛苦的。你可以好好的规划未来，但是呢不要让还没发生的事情不断的影响自己的心绪。保持身心的健康也是水瓶座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呢水瓶座可能很渴望获得人生的真谛，或者是人生的一个指引答案，所以就变成容易让自己的脑袋负荷超载，容易过度的劳累，所以注重回自己身心的稳定，回到当下，大大力的用脚踩在大地上。那如果思绪依然不断的涌出来，除了踩在大地上，金星是水瓶座目前特别重要的答案，也会让水瓶座的大脑更加的清晰。那我们来看看水瓶座的感情。水瓶座朋友可能近期会感觉到跟另一半的价值观呢好像合不来，但是不一定会表达出来，可能会更倾向于继续默默的观察，不会立刻说我们分开吧，而是更加理性的对待，观察后再沟通，这可能也是水瓶座对待感情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来到双鱼座，那双鱼座的朋友呢，近期非常适合继续深挖或者深度研究自己的领域相关的知识，但是呢千万不要心急，尤其是不要过度心急我做了这件事情成效是怎样，这样反而会容易让自己的心灵呢感觉到打击。而近期双鱼座的朋友在灵感想法方面呢也会有爆发的可能，会有很多灵感或者是很不错的想法，但是还是回到那一个稳定的节奏，因为这些想法和灵感即使输出了也是需要时间被看见的，所以跟上面那句一样，不要太过于心急成果。而目前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可以多累积自己的灵感的作品想法，或者是累积经验和自己的实力能力。那么当你真正被发现发掘的那一刻，你已经是一个超强的人了。那么近期的投资运是不错的，但是答案是依然要注重风险的事项。那么目前依然处于迷茫的双鱼座朋友们，首先呢一定要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长期定位，要知道自己想走的方向是什么，定位是什么，风格又是什么。当你找到了一个定位，也需要踏实的、集中的还有自律的去经营。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做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受到挫折，在这里呢也希望双鱼座的朋友不要气馁，继续集中做好自己当下的任务。而且近期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累积期还有延伸期，需要呢双鱼座的朋友再加一些药剂，像是耐心和信念的药剂。那么在感情中呢，双鱼座的朋友需要注意自己的边界感，是否呢有踩到不应该踩的界限，可能你不是故意的，一切都是出自于善意，所以呢你对待任何的人事物都是保持一颗友善的心。但是如果有另一半的朋友，或者是某个朋友圈子那个人有另一半等等的，就是要保持基本的一个人际关系的边界感，因为可能呢太友善或者是太愿意帮助别人，可能会让另一半吃醋或者引来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保持基本的界限也是近期双鱼座要注意的事项。那么感谢看到最后，近期的一个星座运程呢，我觉得整体上都不错，但是可能很多事情回馈比较慢，所以呢大家不要太心急。那如果刚刚提到的29日的晚上10点半左右，月亮是特别圆特别美的，喜欢赏月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
那么最后呢，星座运势没有办法针对所有人，如果需要1对1的占卜，或者是想要看你的占星报告，也可以到我的 IG 私信我。那我近期会不定期在 TikTok 直播，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 TikTok 账号。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我是你的占卜师 C 罗，拜拜。